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傻皮。今天因为粉丝要求，来介绍一下用阿波梭鲁的训练家。首先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阿波梭鲁吧。阿波梭鲁被称为灾兽，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号？是因为每当有灾难发生的时候，阿波梭鲁必定会在其周围出现，因此就流传出了阿波梭鲁是会招来灾祸的神小辈。那么这么帅气的阿波梭鲁，真的是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恶魔吗？答案当然是 no。在神小辈 AG 第107集的时候就解释过了，阿波梭鲁之所以会出现在有灾难的地方，是因为他们能预知灾难的发生，他们会主动去提醒人类，却不想这样被人类误解了。好了，逼的这么多，现在进入今天的正题，盘点由阿波梭鲁的4位训练家吧。第一位小顺，小顺的阿波梭鲁第一次登上于 AG 第180集末尾，在第一回的审查中，阿波梭鲁一来就用上了闪光绝招，惊艳到了众人，为小顺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最后在1/4决战上和沙漠蜻蜓一起对付小姚的力撞击和杰灵龟，这场战斗整整持续了10多分钟，刻画的相当精彩。小顺的沙漠蜻蜓先被杰灵龟打到失去战斗能力，但随即杰灵龟又被阿波梭鲁给打败了，因此最后就是阿波梭鲁和力撞击之间的单挑了。由于力撞击在最后关头学会了新的绝招燃烧殆尽，小姚才险胜了小顺。虽然输了，但阿波梭鲁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，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酷。第二位露莎米奈，当时由露莎米奈被究极异兽控制，因此他的阿波梭鲁暂时与小智友为敌。在战斗的过程中，他首先使用冰冻光束，使银半战兽陷入冰冻状态，随后又用黑色目光使月精灵和棕眼狼人都无法行动。这连续的一波操作令格拉吉欧都直呼厉害，但格拉吉欧也并不是吃素的，他随即让银半战兽变身成火焰之兽，解除了冰冻状态，随后又与棕眼狼人联合使出了贼招式，阿波梭鲁才被击败了。第三位摩根，摩根是比克内政大会前年的冠军，在 XY 第28集里，他受邀与卡路莱进行一场表演赛，可想而知，这场战斗就是来衬托卡路莱强大的。在卡路莱的沙莱朵面前，他的阿波梭鲁完全就是在被吊打，沙莱朵还没有超进化，他的阿波梭鲁就已经失去战斗能力了。最后一位迅香，虽然迅香的阿波梭鲁是这几个人中唯一一个可以超进化的，但他这个人就感觉有点惨了。在神角的特别篇中，他的阿波梭鲁超进化后被艾兰的喷火龙虐，在卡洛斯联盟中又被小智的摔跤音虐。不过滑稽的是，在剧场版破坏之茧中，他的阿波梭鲁确实打败了小智的摔跤音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，喜欢本视频的话就请关注我吧，我是傻皮，咱们下期见。